眼睛瞥到那碗还未动的吃食，有些沉重的轻叹了一口气，用了灵力暖住，想着等这人睡醒再吃，静静地坐在床侧。蓝忘机把玩着魏无羡的手，他的手指骨骼分明，修长白皙，不过大概是因为身体的顽疾，这种白皙却是带了病态一样的白，易碎般让人不安。再仔细的看，每个指上都带了些细细的伤痕，颜色很浅，却也不难看出之前这人是如何的不爱惜自己。温柔的眸子一沉，像是惩罚一般轻咬他指尖一下，可这个无心无肺的小坏蛋还是安安静静的睡着，眼神都不曾给过他一眼，也不知如何心理。蓝忘机竟是硬生生给自己气笑一般，罢了罢了，只要在自己身边那便是好的，大抵还是有些乏了。他不想影响这人休息，只是靠在魏无羡床侧，便轻轻闭眼休息。不要，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别咬我，疼！冷不丁的被那恐惧颤抖的声音吓醒，蓝忘机一瞬间清醒，看着魏无羡在床榻之上止不住的挣扎颤抖，表情痛苦慌乱之余，却又强忍情绪镇定下来，知道这人大概是梦魇了，侧身躺上了床，把他搂进怀中，轻轻的拍着他的背。魏婴，不怕不怕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不怕。也不知道轻哄了多久，魏无羡才镇定下来，慢慢的又不安的睡去。蓝忘机看着他满头的冷汗，心里沉甸甸的，也不知这人是梦见了些什么，好像是什么东西追他咬他，所以这人连儿时也过得那般不好嘛。可他的魏婴还是那样的长大了，带着初见时的那般明亮，心里慢慢的抽疼，只想把这世间最美好的东西都送给这人，都给他，全给他。他也没有再下床榻，只是侧着身抱紧着这人，感受着他的气息慢慢的睡去。魏无羡很乖，也不再挣扎动弹，这一睡竟是睡熟了，直到醒来怀中一空，躺在外侧的身子也不知何时回到床榻中间，这才清醒过来，猛地掀开裘被起身，满脸慌乱，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睡熟了过去，总算在床角靠窗处看见那个蜷缩成一团坐在那里的人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心疼之余却是一口气有在心里，闷闷的走过去，闷闷的把他重新抱上床，强忍的情绪还是被那冰凉的厉害的脚踝身子给彻底击垮，脸色瞬间沉了下去。蓝湛在外飘荡久了，哪怕年龄很小，魏无羡也惯会看人脸色，他知道这个温柔的哥哥一定是生气了，可明明自己已经下来了，让他好好的睡觉，为什么还这么生气？魏无羡不知道，却几分的害怕。为什么下去？地上凉，你可知道？蓝忘机声音本就清冷，带了情绪更是冷得吓人。魏无羡一时间不敢说话，也不敢看他，只是低着头不说话，看着我，好好说。蓝忘机一边用灵力暖着他身子，一边强硬的说道，不许他回避。魏无羡脸色惨白的看了他一眼，支支吾吾的说道，我怕你睡不好，没想霸占你床榻的。在外飘荡之时，他记得那时只是在破帽里做了一下别人的稻草，就被殴打驱逐，哪怕到了这里，看见自己睡在床上，而这人却半边身子在床外，还是忍不住的一边后怕，一边担心他睡不好，想了想，这才轻脚轻手的下床，蜷缩在一侧，睡不好你也知道我睡不好。蓝忘机似乎忘了他记忆，还只是停留在幼时，如同孩子一般，只知道听了这人回话，心里更是沉闷。魏无羡听了更是害怕，头使劲的低下去，像是做了很大的错事一样。蓝忘机见此心疼又无奈，生生被他抹平了那些怒气，这才收了些情绪道，没有下次了，以后不许再这样。他见魏无羡还是低着头不说话，想让人好好反省反省，也不再说话，只是把裘被又往他身上裹了裹，也不知是何时下的床榻，这样的身子哪里经得起冷，想了想还是又重新道，不许再下来了，我出去一趟，很快回来。蓝忘机还是想寻医师来看一看，放心些，顺便再给他弄点吃食。虽然那粥因为灵力的包裹还没有冷，可过了这么久，难免味道会差了点。这一次他是让弟子直接在里面看着他，不许再出什么事。蓝忘机离去，魏无羡才慢慢的抬起头，眼中丝丝发红，他还是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，只知道自己惹蓝湛生气了，明明已经那么小心翼翼了，可还是惹怒了人。想到流浪时外面的恶狗欺负他的大孩子，又冷又饿的生活可能又要开始了，因为蓝湛讨厌他了，越想越是难过。
他又是难过时会习惯的摇手背，那门生其实也害怕人人闻风丧胆的夷陵老左，也不敢凑近了看他，直到一滴一滴的血顺着他手背流下来，掉落在球背之上，这才以为是他呕血了，慌不择乱的就急忙去禀告韩光君，魏公子吐血了，吐了好多好多血，手中装着腰身的瓷碗，差点拿不住，疾步就往进室走去。蓝忘机一路冷冽的气息，只让人退避几分。是才来禀告的门生，更是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一般，怎么就呕血了？蓝忘机喉间一紧，总是害怕的事偏偏一度发生在眼前，不自觉就会想到许多，想到会不会是那人顽疾又加重了，还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又添了新伤。可是无论是哪一种，他都再不敢去想。推门进去，看到那人蜷缩成小小的一团，把自己抱紧，头低在腿间，看不清他的面容，再一眼床榻和球背上的血迹，却让他直接心脏都绞紧的可怕，嗓子发痒，不敢靠近，却又忍不住发颤的走近那人。魏婴，他害怕又极其小心的轻轻蹲在魏无羡身前，试探似的去碰了碰他的肩臂，却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人就是这么轻轻一碰就侧身栽倒下去。惊骇间，蓝忘机一把将人接在怀中，瞳孔睁大的叫唤着他名字，魏婴。怀中之人惨白着脸，紧闭双眼，唇间被鲜血染得一片艳红，想到种种，蓝忘机整个人都颤抖的厉害，慌乱间视线只被魏无羡唇间鲜红占据，并没有看见他手背上的咬伤，汇聚的灵力几乎是不要命的全部输入怀中人的身体里，而后喘着气跟来的医师小心请示，这才让他清醒几分，把人轻放于床榻之上，可依然还在发颤的指尖还是出卖了他强忍的平静。待把魏无羡的手腕轻拿出来给医师把脉之时，他才看见那手背上的血肉模糊，那片肉几乎被活生生的扯下，克制住那一瞬间的痛心与暴怒，双目发红的看着医师。他暂时还来不及追究是谁又伤了这人，就在他不在的这短短一段时间，魏公子体内寒热交浮，气滞郁结，加之先前顽疾未愈，病可调养，心病却难治，韩光君可加以引导一二，等下我会开几服药，让弟子熬好送来。这手背之伤也且不能再碰水，也不能让他再撕咬，不久可痊愈。医师说完，看见蓝忘机面色深沉的可怕，得到他礼貌的回应，也不再多言，恭敬急忙退下。自从这个魏公子来了云深，他一把老骨头也是被折腾的惨，所以你又伤害了自己是吗？魏婴，不是呕血，是他活生生把自己手背撕咬了一块皮肉下来，才把自己弄得鲜血淋漓，气滞郁结，心病难治，难受的晕倒。他现下意识里面的这个年龄，几岁的孩子怎会郁结如此？几岁的孩子？蓝忘机这时才猛然的想到，他好似忘了这人现如今只是一个几岁的孩童一般，旁人尚且怕他一二，那先前自己没控制好的情绪显露出来之时，又会怎样的惊吓到这人？越想越是觉得浑身泛冷，再一眼看了惨白着脸的魏无羡，若是都是因自己所致，那